家人们，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吃这种米其林创意餐厅啊，你就别想着吃饱，靠呗。我一直在分泌唾沫，你就要怀着一颗菩萨的心去吃。蘸一点土豆泥。我感觉我像是做慈善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家米其林怎么样。好好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之前有人问我米其林是什么意思，你其实大概把它理解成装逼指数就可以了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是1颗星，这家店还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，据说它非常适合情侣来。哎，我杀我自己。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したのです。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てごめんなさい。こんばんは。进来第一感觉就是这家店好多厨师啊，这是他们家的菜单，食材全部来自于日本全国各个生产地，一杯餐前茶，还送了一首诗，题目的意思是永远一起饮茶的朋友们，一起喝茶的朋友倒是没几个，哎，但是一起打游戏的倒是可以排到法国。第一个小菜就很漂亮，哎，它真的是个艺术品，哎，甚至里面用的花都还是不一样的。还有那种有颗粒感的咸芝士，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咸奶油花菜脆饼好了啊，非常接地气。第二个前菜还有点惊讶，好大的2片黑松露啊，那种刺鼻的汽油味扑鼻而来。哎，我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黑松露。下面是油条一样的东西，我们直接一口吧。上面还有那个巧克力酱，油脆的薄饼加上坚果的香味儿，那我们就给它取名叫汽油巧克力油条好了。哎，好掉档次啊！接下来是这个噩梦鱼子酱，我知道肯定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不喜欢吃鱼子酱，因为它很容易做的齁咸。我嘴巴里已经开始咸了。旁边的花就是紫苏叶的花，吃起来就是这样孜然鱼子味。那我们就给它取名叫烧烤酱紫好了。接着上了2个像巧克力球一样的东西，但闻味道并不像是巧克力，直接咬开看吧。韭菜牛肉哎，我再近距离给你们掰一个看看，它外边是一层很厚实的蛋糕，配上一点蔬菜泥，然后中间镶了一坨牛脸肉，就是外面酥脆，里面软嫩。这不就是法国的韭菜盒子吗？韭菜香里面还透着一丝咸奶油的浓郁，就叫它牛肉韭菜炸弹。然后是这一盘纯白的菜，上面一条一条的是白芦笋，撒了一点芥末粉，最下面铺的是煎好的章鱼肉。其实它是有点怪异的，我们就叫它披着羊皮的芥末好了。下一盘菜的厨师还挺帅的，它上面是2种鱼子酱加沙拉酱，咸度跟甜度都控制的刚刚好，里面包的是一颗芦笋，大可不必切开，一口吃反而更香。就是鱼子还是香的，好吃。那这个菜就叫多余的笋子，这个菜好像是萝卜樱花汤，但其实它暗藏玄机。你把它舀起来之后，你发现下面是蔬菜汤，哇，模仿的那种樱花落在草坪上面的绿色的感觉，你知道吧？我感觉我们像第一次进城的那样。又是一件艺术品了呀，家人们，味道其实就是蛤蜊汤的味道。然后我们接着还是前菜，这个是加了日本酒的酸面包，因为是现烤的，所以那个酒的味道其实还闻得到。配了一小碗黄油，为什么白色的也叫黄油啊？而且它在切好之后还会再给你烤一下，一定要把所有表面都烤得焦脆。我们要把它从中间撕开，要尽可能多的涂在它那个表面上。黄油在浸湿了里面的面包之后，口感就变得更松软了，你甚至一挤还能挤出油来。然后我们整整吃完了9981个前菜之后，才到了我们的第一个主菜。首先是一盘会吐泡泡的湿鱼，看它这个白里透红的样子，我就知道味道肯定不一般。鱼肉的外皮煎的脆脆的，但里面仍然是深软细腻。它那个泡泡其实还出乎意料的好吃，味道微甜还有点清新。接着第二个主菜是牛排，我感觉看到这儿的朋友应该都没有在看牛排吧。我不禁在想一个事儿，牛吃草，我们吃牛，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吃草呢？奇怪的人类。虽然它看上去没什么油脂，但它在嘴巴里一咬还是会爆汁。再蘸上一点超浓厚的牛肉酱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甜品阶段了。这个菜好看吧？这个好像是今天颜值最高的一道菜，上面插的是糯米纸，下面加了一点甜酒。这个好像是日本婚礼上面的新娘啊，上面还顶了一片雪花。好冰，它外面是一层微微甜的奶油。然后吃完这个，我们还有6个甜品：蜂蜜马卡龙、云朵巧克力蛋糕、盐味太妃糖、烟熏卡纳雷。现在知道为什么适合情侣来了吧？好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真好吃。上次在迪士尼买的这个真的有用吗？啊！听说日本环球影城最近又出了很多新的坑爹玩意儿，正好也刚看完《鬼灭之刃》，心情久久不能平复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连夜飞到了大阪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。好了，明天见。你们知道在日本《鬼灭之刃》的周边有多难抢吗？我们早上6点钟起床，还要跟一群活力四射的高中生抢玩具，这合理吗？这儿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耶，到迪士尼喽！果然，人类为了主题乐园都是可以不睡觉的，这合理吗？然后进园的第一站，我们就直接冲向了鬼灭的园区。毕竟现在排队排的最长的还是祢豆子，因为它是限量发售，中午来肯定就没了。真好看呀，家人们，它真的很精致哎！啊，发现一只大狗子，好乖哦！等一下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来了这么多次环球影城，我都没穿过魔法袍。这个衣服的价格虽然真的很坑，但今天还是浅穿一下吧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进入正题，又到了补充能量的时候。最近呢还是我们的老地方，这个就是我今天的优质蛋白和优质淀粉。这个小面包是我觉得这里面最好吃的。然后旁边就是鬼灭的园区，先来买个铜锣烧，这个是善意被下弦打伤时候的样子，这个造型特别的蠢萌。它里面加的是一些栗子、炼乳、红豆，7分。然后排队到里面的话就可以买到一些套餐，不过里面的主题还停留在无限列车篇，所以全都是大哥。大家看这个平平无奇的蛋糕，800块，它是那种又酸又甜的柠檬慕斯。大哥真的喜欢吃这个吗？感觉又被坑了，6分。这个应该是岩竹的剑吧？怎么感觉那么像一支铅笔？但要说之前吃过最好吃的还是这个小黄人的面包，它里面是奶油蟹肉味，你们敢信？而且它又松软，馅儿又很多。
好咸哦！啊，但其实我更推荐巧克力味的。继续下一家，这是一家马里奥开的甜品店，这个店还是第一次来，这里面的装修还挺还原的，有点想要这个。这是一个蘑菇队长的饮料桶和一个马里奥的草莓奶油蛋糕，我绝不是因为它可爱才买的啊，但有一说一，这个蛋糕比迪士尼的好吃太多了。它里面这个是有夹心的啊，还有一杯路易吉的汽水，好酸，上面的香草冰淇淋才是本体。然后这个蘑菇队长其实是一个可乐桶，哎，不是那个可乐桶。这家店整体不错，8分。我有出去探店就用这个瓶子了。然后在路边又看到一家没吃过的，它这个居然是一杯芝士烩饭，哇，逛主题乐园就是要吃这种优质碳水才行啊。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侏罗纪公园里面，以恐龙近亲为原材料的世界名菜，哎，烤大鸡腿。大阪环球影城的第1名，大鸡腿子啊！刚才不是才说哈利波特吗？而且它那个烟熏的味道比隔壁家的香多了。然后最后我们再去马里奥的家里做客。我们也很有道理。吃马里奥的食物。这个取餐牌第2次看到它还是觉得好可爱。你们有谁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吗？上一次没有点这个蘑菇头，这一次我们就把它脑浆都吸干。这个很好吃啊！这样快乐的一天又结束了。今天没吃多少，应该不会长胖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今天是来干嘛的？阿宝宝。今天这碗小小的应该是我见过最可爱的我牙裤冬了。我愿意给它取名就叫做提灯盖饭了。好多蛋液啊！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非常神秘的店啊，不愧是提灯仙人呀！这个串的精髓是拿捏的很准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但是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老朋友，他在日本千叶县，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挺繁华的。也不知道他这会儿下班了没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んにちは。对，换个手，换个手。其实我在嘉诚叔刚开这个店的时候就已经预约了，但由于实在太火爆，我们今天才约上。哎，好了，不要那么多废话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じゃあお任せコースで。喝什么？コーラ。2つでお願いします。第一个菜就是最基本的葱煎鸡腿肉，鸡皮烤的特别香脆，葱根的回甘配上这个鸡皮的油香，快乐就从这儿开始吧。接下来是鸡心，我是特别喜欢鸡心里面包了很多油汤的那种，这一串就是你一咬下去，汁水就直接往你的喉咙里面流，这就是胆固醇带来的快感。接着就直接上我们的提灯了，这个灯拿上来就有个特点，就是后面卵巢部分的肉取的特别多，这样吃起来特别扎实，而且很有嚼劲。就是蛋液在你的嘴巴里面游荡的同时，你还可以慢慢品尝内脏的劲道。接下来是崩鸡里烤鸡屁股，它的味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坨很厚的鸡皮，这是固体脂肪。我还没有嚼，油就已经出来了，而且表皮上面的炭火香味特别浓，它就像那个一层薯片铺在那个肉上面，然后你连着薯片一起把它咬下去的感觉，但它真的吃一块就顶住了，实属太油了。师傅也很懂。下一串就是芥末鸡胸肉，这个就很清爽了，半熟鸡胸肉精髓就在生的和熟的你都可以吃到，上面加了一点点芥末，吃的时候小心啊。这种外熟里生的鸡腿肉会有一种很特别的 Q 弹感，可能这就是层次吧。接着是甜口的鸡肉团子，里边加的是磨碎了的脆骨，然后因为外面刷了一层甜酱，所以可以搭配一点萝卜。吃进去第一感觉就是萝卜清爽的甜味，还有甜酱和鸡油的甜味，你能清晰的感受到嘴巴里面有3种不同的甜味。然后接着是鸡的胃带，胃带吃起来其实很像鸡胗的连接处，就是菌巴子嘛，特别有嚼头，而且它里面是空心的，甚至嚼出了肥肠的感觉啊。接着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菜，鸡肝，这一串块头特别大，这个就是考验功力的时候到了。好久没有吃到过这么大的鸡肝了，很难形容那种内脏的甜味，直接给你们看里面吧。就是你说它是生的，它也不是生的，但这种炭火的化学反应就让它特别香。接着我们再来一个素菜，这种在日本卖的特别贵的小青椒，特点是气味很香，上面撒了一点鸡肉做的木鱼干，那还能叫木鱼干吗？银杏果那肯定也是不能忘的，炭烤的真的贼香。当你还想再吃点什么肉的时候，就很适合再来一串中翅，因为它最香又不占肚子。然后最后收尾的主食，嘉诚哥强烈推荐了我们这个鸡肉盖饭，那2个蛋就是提灯上面的灯，这一勺子里面有鸡腿肉、小鸡蛋，还有带甜酱的米饭，虽然它总共也就只有2勺的量，但每一勺的味道都巨丰富。这个太好吃了，厉害了！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可味。傍晚在东京的下北泽街头吃一家正宗的居酒屋料理是一种什么体验？我真的太爱这种风味居酒屋了。生葱烤猪肝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又到了1年1度吃居酒屋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是日本东京的下北泽，哎，我的快乐老家。这里街景文艺，吃饭便宜，又因为这周围有很多大学，所以就变成了年轻人非常爱来的地方。老板惨了这个地方。我的废话越来越多了，开始吧。すみません、予約したの量です。3名様。2名です。6時の。老板说他曾经是这个地方的学生，然后毕了业就开始做餐厅，非常的浪漫，所以给我们上的第一个菜也非常的重磅。这个不应该是先要烤一下再上吗？直接拿着这样烤吗？然而没想到让我们直接蘸着蛋黄吃，用这个生肉球过满下面的香汁和那个蛋黄，我们直接啃吧。啊，非常的我现在吃饺子馅儿，这是一个烤猪肝串，上面铺的那个是洋葱蒜蓉酱，下面是一碟香油，生葱烤猪肝。我吃进去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蒜蓉味和炭香味一起在我嘴里迸发，然后再是香油渗进猪肝里的味道，特别美妙。然后这个是和牛葱煎烤肉，配了一点黄芥末，我们再挤一点柠檬上去就可以吃了。师傅用的不是那种脂肪很多的部位，在日本这种烤串的秘诀就是要连着葱一块吃，这种吃起来特别有嚼劲不说，葱的甜味和它肉的甜味还特别的搭，所以哪儿找到这么甜的葱啊？然后接下来这个才是今天的全场最佳，我最爱的烂炖牛舌。这个菜其实很像关东煮，你用勺子压它都能按出汤来，你咬下去的时候就能感觉到里面吸的汤汁会顺着你的牙齿。
一直扩散到你的整个口腔。而且那个牛舌萝卜汤的味道特别鲜，而且它这个牛舌软嫩到什么程度，就是你会怀疑自己正在嚼的是不是鸡皮，真的就是用舌头轻轻一拧它就散开了，这也太美味了。然后吃完这盘软的，我们再来盘硬的，炭烤牛舌，同样也是厚切，这个就非常的硬，牛舌边边烤的特别的焦，一层薄盐也没有盖住牛舌本身的味道，烤的就是比煎的香。然后你们猜下这个是什么肉？哎，马肉刺身。但其实我一直品尝不来马肉，因为它吃起来跟牛肉实在太像了。日本人一般会加一点生姜末，哎，但这样不就是更吃不到马肉的味道了吗？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就是牛肉啊？不过确实嚼起来会比牛肉更软嫩。哎，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串鸡肉团子，烧鸟店经常能看到，但它这两头实水有点大了，竹签戳破蛋黄，裹着蛋液吃，再配上下面的照烧酱。这个串的汁水特别多，你就对准那个蛋液的位置咬下去，就是又鲜又甜。炭烤也能让它外焦里嫩，缺点就是它太扎实了。再来一串银杏，假装自己今天吃了很多蔬菜。接着是我们的最后一个硬菜，奶油浓汤牛尾骨。哇，它这个也是够烂的，轻轻一挑就能连筋带肉一块挑走。但这样直接吃也不是很过瘾，把它放在刚烤过的面包上，一起进嘴就特别香，而且要挑那种带筋的肥肉，跟面包的味道特别配。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过瘾，也可以像我一样拿着牛尾骨直接开始啃。然后这样一盘下肚之后，你就不用再战斗了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真长胖。